大叔洗脸只洗半边，因为他的脸有点特别，小朋友看到都直呼太酷啦。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左脸汗如雨下，右脸却异常干燥，甚至连鼻子嘴巴也被一分为二。更神奇的是，当他吃辣的时候，就换成了右脸出汗，左脸又变得干燥起来。怕大家不信，他直接吃起了烧烤，接着把纸巾铺在脸上，右边瞬间就湿透了。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两边脸分工明确，始终就只有一边出汗，你就说神不神奇吧。大叔说这现象是从1年前开始的，去年做了一场大手术，掀开衣服还能看到一道明显的手术疤痕，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大家一起来到医院，医生检查了半天，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不过不用担心，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乐观心态，等脊椎恢复正常后，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这下大叔放心了，甚至觉得这还挺好的，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供大家娱乐也不错。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不知道靠不靠谱。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对吧？50岁大妈眼看就要生了，却疯狂捶打肚子，丈夫不但不生气，反而还帮她一起打，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怎么都生不出来，反而会让肚子瞬间膨胀。大妈平时腰围77厘米，肚子变大后就成了91厘米，就好像要生了一样。为了缓解疼痛，大妈只能不停地捶打肚子，疼痛会毫无征兆的出现。刚刚还在晾衣服，突然感觉不对劲，肚子肉眼可见的变大，变得硬邦邦的，眼看着大妈疼痛不已，丈夫也无能为力，能做的只有不停安抚。经过几分钟阵痛，肚子慢慢恢复到了正常大小，随之而来的是无尽虚弱。可大妈还没缓过来，肚子又在短短几分钟内变大，她又要经历一次分娩的痛苦。丈夫说这样的过程每天都要经历3次以上。然而令他们更绝望的是，医院根本查不出肚子变大的原因，他们甚至去了妇产科也找不到原因，但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大妈刚买完菜准备回家，肚子变大说来就来，完全不分场合。大妈躺在路边疼得哇哇大叫，叫声引来路人围观，都一脸懵地看着她。很快丈夫赶了过来，不停地帮妻子按摩。经过长时间的折磨，肚子终于恢复了平静。大妈精疲力尽地吐出一句话，让丈夫带她回家。丈夫非常自责，看着痛苦的妻子，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大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大妈来到大医院检查，发现在肚子变大时，大肠也随之扩大了10倍，但实在找不到任何病理性的原因。节目组没有放弃，又找来心理医生，医生却让大妈画画，画面透露出绝望和暴力。沟通下来才知道，原来大妈的前夫有家暴，这给大妈带来严重的身心损害，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里，长期的压抑无处释放，久而久之患上了躯体化障碍。和现在丈夫在一起后，生活恢复了平静，心理上的压力也在慢慢释放，才会以肚子变大的形式体现出来。医生说只要压力得到释放，症状就会慢慢消失。丈夫表示以后会给大妈更多的陪伴，让大妈释放压力，最后还对大妈来了个深情告白。每天睡觉前，整个楼的人都要摸一摸水管，确定没动静才敢睡觉，因为一到半夜，公寓就会传来凄惨的哭声，声音开始前水管就会震动，已经成了一种信号。哭声是从墙里传来的，声音大到整个房间都有回声。小哥说这声音听着非常恐怖，有多恐怖呢？接着打开了自己录到的声音。这声音一般都会持续90分钟，你可以想象一下，半夜12点，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公寓住户都听到过哭声，也录到过一样的声音，他们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物业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但声音仍然存在。大家每天都活在恐惧中，有人都不敢回家，只能在外面租房住。为了帮大家解决问题，记者拿着录到的声音去找专家，很快就发现了异常。专家表示这声音很有规律，更像是一种人为录制剪辑过的。简单来说，应该是有人专门录制了这个哭声，通过扬声器循环播放的，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到底是谁在搞恶作剧呢？大家在公寓安装了摄像头，想找到这个罪魁祸首，接下来就等声音出现了。结果等了一晚上，完全没有声音。大家没有放弃，继续在公寓布置了更多摄像头，一直等了2天，声音都没再出现，真是奇了怪了。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一张课桌大小的水坑竟夺走了上千条性命，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公鸡在水上只漂浮了5秒钟，接着就倒在了水里。当地人谈之色变，据说无论什么动物，只要一靠近水坑就会失去知觉，甚至丢掉生命。考察队刚来到这里，还真在水坑边发现了几只死鸟，真有这么神奇吗？大家把一只公鸡放了进去，只见这公鸡扑腾了几下，就开始萎靡不振，好像真有什么东西把它的魂给抽走了一样，眼看着就要死掉了。大伙赶紧把鸡拉了上来，经过10多分钟，公鸡才慢慢恢复知觉，看着仍然非常虚弱。大家终于感受到了水坑的威力。考察队认为，这水坑处在深山老林之中，而且是一潭死水，加上平时掉在里面的动物尸体，久而久之水中可能就生成了一些有害物质，接着取了一些水样，
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然而结果显示，水坑虽然看起来比较脏，但水质并不差，没有任何有毒的微生物，甚至都可以直接饮用。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村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原来之前就有一些胆大的村民组队来寻找过水坑的秘密，他们总会遇到一个神奇的现象，每当拿火把靠近水坑的瞬间，火把就会突然熄灭，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熄灭，但可以肯定不是风吹的。怕大家不信，村民直接找来火把要演示一番。明明离水面还有一定距离，可火把真就莫名其妙的熄灭了。再次点燃火把，小心翼翼的靠近，还是照样熄灭了，确实有点怪啊，说再多都没用。大家收集了气体去分析，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这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高达 96%， 属实反常。地质专家分析后说，这属于火山活动后期的一种放气现象。小水塘地处火山地带，地下有很多裂缝，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沿着地层裂隙溢出地面，再加上水塘周围的半封闭环境，二氧化碳浓度变得异常高，导致进入水塘的动物就会中毒死亡。这小区的大妈每天出门都要摸一摸这块水泥地，因为这地面实在反常，温度竟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即使等到太阳下山，这块地方依然热浪逼人。小区居民都认为要么是漏电了，要么就是天然气泄漏了，接着找来电工师傅检查，发现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也来了，他们用工具在地上探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那现在怎么办呢？大家一商量，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可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一看温度计都快超过100度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也不肯继续往下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物业赶紧请来几位专家调查真相，没想到专家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接着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随着坑越刨越深，又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状况，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一下子也不见了。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大家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钻探队。钻探队把一根长长的钻头打进了地下，一下就挖上来很多黄土，也就是说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恍然大悟，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那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农村大妈每隔2天就要买一条秋裤，却常常没有秋裤穿，因为她每天一睁眼，秋裤就会出现10多个破洞，10天内就烂了8条。就算是新买的秋裤，也是穿一条烂一条，而且烂的部位还惊人的一致。但同睡一张床的丈夫，秋裤每天都好好的，大妈百思不得其解。她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侧，出现这个情况后，还特意和丈夫换了位置。本以为没事了，但秋裤还是每天都破。她觉得床上肯定有什么小虫子，趁她睡觉咬破的，于是把床翻了个底朝天，并没有找到什么虫子。一气之下更换了所有床单被褥，心想这次应该万事大吉了吧。可万万没想到，裤子还是照样烂。这离奇的现象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村民对着大妈的秋裤议论纷纷。他们猜来猜去，觉得这些洞很可能是老鼠咬的，但这好像也说不通啊。为啥老鼠不咬棉被，也不咬丈夫的秋裤，偏偏只咬她呢？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猫，整天就睡在卧室里，所以不太可能是老鼠。由于他家后面就是山林，有村民提出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小动物咬的，于是大家在山上进行了仔细搜索，并且在房子周围撒上了石灰。可几天过去了，石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时上过高中的村民又说，会不会是某种化学药物腐蚀导致的呢？但这个猜测很快也被否定了，因为裤子上没有任何腐蚀留下的痕迹。真是奇了怪了，村里有300多户人家，为什么只在大妈身上发生了这种事呢？会不会是因为得罪了人？丈夫说，如果是有人蓄意报复，唯一通道就是屋后的这扇窗户，但窗户非常结实，不可能有人能通过。一番分析下来，排除了能想到的种种可能，仍然找不到答案。但秋裤依旧每天破洞，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最后大家找来了专家，专家看着破洞边缘形状，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至于为啥不咬丈夫的秋裤，专家猜测老鼠可能之前在打窝的时候用到了大妈一些衣物，就比如破袜子之类的，并逐渐对衣物上的气味形成了条件反射。最近频繁咬秋裤，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窝，急需装修，于是就出来寻找熟悉的气味，就这样看中了大妈的秋裤。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这女孩每天流红色的汗，即使气温接近0度，她却热得受不了。仔细一看，妈妈却差点吓死，从脖子到后背都渗出了红色液体，看着像汗水，但她又不敢肯定，人怎么可能流血汗呢？来不及多想，
赶紧拿上毛巾给女儿擦身体，毛巾瞬间就染成了红色，在水里洗了几下，一盆清水就变成了淡红色。妈妈这下慌了神，好端端的女儿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怪异症状呢？妈妈越想越怕，甚至联想到了败血症，赶快把女儿送到了县医院。一番检查下来，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现什么病症。悬着的心稍微缓和了一下，可万万没想到，当天晚上怪事又发生了。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身上再次流出红色液体，这液体好像有魔力一样。第二天女儿就突然好了，连续几天都没再冒出红色液体。据她妈妈观察，女孩流血汗没有任何规律，有时运动后流，有时睡觉会流，如此反复无常的血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医生对血汗进行取样检验，很快就给出了结果。这红色液体还真是汗液，原来是女孩的汗腺功能失调，导致了一种叫色汗症的病。一旦遭遇细菌侵入，汗液就会在细菌的作用下变色。不过呢，色汗症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危害，随着汗腺功能恢复正常，色汗症也会随之消失。所以说看病要去大医院了喂。小伙在95岁奶奶的脸上摸了又摸，甚至连胳膊也不放过。小伙并不是变态，只因这位中国奶奶实在太神奇，她曾经死过，只过了3小时又活了过来，不仅长出了黑头发，还长出了新牙。村民都参加过她的葬礼，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看起来非常健康。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人说只记得自己生病住院，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面对大家的质疑，老人的儿子直接向大家展示了证据，一口在老人死后才准备的棺材以及寿衣。老人的女儿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时在医院母亲就没了呼吸，身体渐渐变得僵硬。据老人儿子回忆说，去年1月老人突发心脏病，送到医院抢救后，医生也无能为力，他们只好把老人接回了家。万万没想到，在他停止呼吸3小时后，突然开始剧烈咳嗽，慢慢恢复了生命迹象，一家人都怕得不行。老人的主治医生听说后都觉得离谱，因为实在没见过这种事。老人死而复生后，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奇怪变化，首先视力变好了，穿针引线根本不用戴老花镜，后脑勺开始长黑发，甚至老年斑都消失了，皮肤变得滑滑的，记者都忍不住摸了又摸。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老太太竟然长出了新牙，专家看到都大跌眼镜，是真的大跌眼镜。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但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一家人都很开心。至于老人为啥能复活，貌似也不那么重要了。大妈为了保命，每天要把口香糖粘在墙上，家里还装满了监控，时刻盯着。大冬天也开着22台风扇。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家里会泄露毒气，尤其是地板和墙壁间的缝隙。说着就掀开了地板，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怕大家不信，她突然又打开了监控，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摩托车，用针头往她家注入气体，墙上的洞就是证据。他会用口香糖及时把洞堵上，但很快又会出现新的。看起来呢，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邻居们都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大妈则认为这明显是冲他来的。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他，大妈也不知道。但这可苦了大妈了，经常被熏得睡不着，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然而记者在他家却始终没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为了缓解他的焦虑，大家请来专家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也没有检测到。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没办法了，大家提议今晚就跟大妈一起住，不开风扇，看会不会被毒死。结果一觉醒来，大妈神清气爽，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而且睡得很香。大妈担心大家走了之后，毒气又会重新袭来。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经过大家不懈的劝说，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通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说这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悲伤过度导致的，而且之前和别人发生过矛盾，所以才开始怀疑有人要害她。经过心理治疗，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最后把风扇都去掉了。现在的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生活了，省流。大妈得了妄想症，他们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墙上听，好像在确认着什么。而且这面墙不能挂小孩的照片，一旦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这怪声每隔5分钟就会来一次，家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尤其到了晚上，声音更夸张，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甚至到了吃药才能入睡的地步。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噪音的设备都拆了，可声音依然没有停止。他们甚至想把这墙也拆了，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整栋楼也只有他家会这样，你就说怪不怪吧。邻居们都来到他家，亲耳听到了这怪声，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确定声音就来自这面墙。邻居怀疑墙里可能埋了尸体，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不过呢，凡事要讲科学，大家找来了专家，对整栋楼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连水管也没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专家在楼下主管道处发现了异常，一旦过水，水管就会震动。大家决定切断水源，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结果等了好久声音都没再出现，接着再次打开水管，声音又出现了。
很明显就是这个原因。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这怪声就是水压造成的，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进而引起墙壁震动，因此产生了声音。随后改了管道，一切恢复了正常。60岁大妈来做 B 超，医生却在她肚子里发现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见，甚至还有花粉。大妈说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刚开始呢，医生是不信的，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随着检查的深入，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检查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肚子里长出来的，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点，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正常来说，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很快就会被消化掉。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询问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最近在努力减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没事的时候就去学习插花。然后大家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样，于是大家想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他修剪花朵时碰巧打了个喷嚏，花朵掉进了水杯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释，不足以腐蚀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医生还做了实验，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水，吞下了几朵花，接着来做检查，果然就看到了一片花瓣。继续深入检查，但始终没有发现完整的花朵。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实属罕见，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导致了这种巧合。省流，韩国奇葩多，大家随便看看就行。一张课桌大小的水坑，竟夺走了上千条性命。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公鸡，在水上只漂浮了5秒钟，接着就倒在了水里。当地人谈之色变，据说无论什么动物，只要一靠近水坑，就会失去知觉，甚至丢掉生命。考察队刚来到这里，还真在水坑边发现了几只死鸟，真有这么神奇吗？大家把一只公鸡放了进去，只见这公鸡扑腾了几下，就开始萎靡不振，好像真有什么东西把它的魂给抽走了一样，眼看着就要死掉了。大伙赶紧把鸡拉了上来，经过10多分钟，公鸡才慢慢恢复知觉，看着仍然非常虚弱。大家终于感受到了水坑的威力。考察队认为，这水坑处在深山老林之中，而且是一潭死水，加上平时掉在里面的动物尸体，久而久之水中可能就生成了一些有害物质。接着取了一些水样，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然而结果显示，水坑虽然看起来比较脏，但水质并不差，没有任何有毒的微生物，甚至都可以直接饮用。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村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原来之前就有一些胆大的村民组队来寻找过水坑的秘密，他们总会遇到一个神奇的现象，每当拿火把靠近水坑的瞬间，火把就会突然熄灭，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熄灭，但可以肯定不是风吹的。怕大家不信，村民直接找来火把要演示一番。明明离水面还有一定距离，可火把真就莫名其妙的熄灭了。再次点燃火把，小心翼翼的靠近，还是照样熄灭了，确实有点怪啊，说再多都没用。大家收集了气体去分析，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这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高达 96%， 属实反常。地质专家分析后说，这属于火山活动后期的一种放气现象。小水塘地处火山地带，地下有很多裂缝，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沿着地层裂隙溢出地面，再加上水塘周围的半封闭环境，二氧化碳浓度变得异常高，导致进入水塘的动物就会中毒死亡。大妈每天买一只公鸡，却从来不吃，一到深夜就把鸡放在陌生人的店门口，连续4年从未间断。店主说从来没见过真人，刚开始也没在意，直接就吃掉了。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能收到一只，可奇怪的是，附近其他店都没收到过鸡，这很明显和自己有关。他吓得不敢再吃，这很像是一种诅咒啊！怀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恶意放在这里的。店主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中餐厅改成面馆，并把菜单中关于鸡的菜品全部下架。即使这样，每天早上鸡还是准时出现，从不缺席。这下店主更慌了，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找到这个放鸡的人。一直等到深夜，监控中出现一位可疑人员，他神色慌张，四处张望，确定没人后，放下鸡转身迅速离开了。店主吓得不敢说话，因为这人他之前就认识，好像就住在这附近。大家检查了沿街所有监控，果然发现了他的行踪，最后走进了一栋公寓。大家决定在公寓楼下蹲点，等了整整1天，在傍晚时分终于等到了大妈。大家赶紧追了上去，质问大妈为啥要这么做，但大妈一口否认，简单丢下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接着快速跑开了。记者一路追，大妈终于顶不住了，说出了2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요새 사람 다 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 아무개라도 다 사랑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 这是啥意思呢？原来是大妈认为来韩国工作的人不容易，看到中餐厅就有种莫名的好感，觉得应该帮助来韩国的中国人，分享一点自己的爱。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在大家的撮合下，大妈和店主终于见了面，沟通下来误会解开了。店主现在可以放心经营中餐厅，大妈也不用以这种怪异的方式继续散播爱了，省流。我觉得像剧本。这对情侣为了减肥，每天吃过7发霉的食物，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
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他们却毫不在意。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臭豆腐汁也得来点，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使劲搅拌均匀，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还边笑，说味道还差点。这还没完，饭后水果更夸张，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说吃起来像巧克力。吃完香蕉还不过瘾，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说着就开始撒狗粮。节目组看不下去了，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大家带他们来医院，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继续吃的话，很可能会发生癌变，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
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就这样，大叔洗一次澡就用光了3支牙膏。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表示牙膏中的化学成分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而且他的皮肤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症状。医生建议必须尽快停止食用牙膏。那大叔会听从医生的建议吗？只见大叔转身来到厕所，直接把随身携带的牙膏水倒掉了。大叔表示为了身体健康，以后不会再吃牙膏了。同样对一种食物过度偏爱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他夹了一块生鱼片，在上面放上满满一勺芥末，然后整个吃了下去，他竟然没有丝毫反应，这该不会是假的芥末吧？朋友决定尝试一下，然后他就一杯壳打进杯拉完屎。另一个朋友讲话了，开玩笑，哪有这么夸张？我就很能吃芥末，这也没什么呀。一杯壳打进杯拉完屎。说话间他又吞了好几勺芥末，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他说他完全感觉不到辣。芥末吃完后又向老板要来了一碟芥末，老板说他是老客户了，我现在都考虑要把芥末收费了。只见他在海苔上又放了一勺芥末，再放上鱼和葱段，直接塞入口中，那味道非常的得力歇斯。即使工作的时候他也要拿出芥末舔几口，喝水那也要在瓶子里挤入1管芥末，充分搅拌均匀后一饮而尽。喝汤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芥末，那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了。米饭也要来上满满1管芥末，再加入一些配菜，就这样一份绿油油的芥末拌饭就做好了，吃的那叫一个干净，狗见了都流泪。再后来他吃的越来越离谱，直接在生肉上面抹上芥末就吃了。他说吃起来的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样。他朋友听说他喜欢吃生肉，还为他特意准备了生鸡腿，大哥也不客气，抹上芥末直接送入口中，那是嘎嘣脆，真的是鸡肉味。他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 20%， 所以他对于辛辣感觉不敏感。那他真的健康吗？通过验血以及胃镜观察，医生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大量吃芥末，否则只能准备吃席了。大哥最后表示为了健康会尽量少吃芥末。然而下面这个男人看了上面2人后讲话了，你们能不能和我一样吃点正常人吃的东西啊？他从口袋里掏出1包白色粉末，接着往菜上来1勺，米饭上加1勺，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周围人都看呆了，他却说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歇斯的。又到饭点了，1勺、2勺、3勺，汤里最少要加3勺味精，米饭也要来2勺，那小味儿滋一下就上来了。他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饭饱喝点水，是的，水里也要加1勺。话说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同事决定尝一下。一杯壳打进杯拉完屎。他不仅吃饭时要加大量味精，就连车里都藏了一大包。工作间隙，他用手指蘸上1点当零食吃。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味精的呢？大叔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自己喝醉了，原本想去厨房给自己弄一杯糖水，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没想到啊，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大叔还说味精非常解渴，吃完整个人都精神了，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他每天都要吃15勺味精，也就是200克，每个月就是6000克，一年就是72000克，38年就是2.7吨。这么说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这相当于30个大叔加起来的重量。所以现在
在的问题就是他真的健康吗？大叔说自己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已经有20年了，为了控制病情，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很多发现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去世了，而自己却没有事。他认为是味精帮助了自己，控制了病情恶化。按照节目流程，他也被带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说他有严重的胃病，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也导致了糖尿病，所以他必须马上停止吃味精。大叔最后也明白了，味精带给他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并不能改善他的病情。他决定以后会慢慢戒掉味精。那最后就祝大叔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